缴税给市政府要干嘛？淹水都不用管，水沟也不清，树木也不修，也不去宣导防水要怎么防，然后也没发沙包，什么都没有民不与官斗贯彻到，但偏偏我们民主法治的国家就不是民不与官斗，最终没有人要提出说具体要怎么改，要改啊我知道，但是近乎没有。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不如我4年级的好。现在你没有意识形态的人，或跟他们立场相左的人，就准备被他们实施10秒功，看着他们变成火影忍者，还是接他们一把科小忍者。2次台风我家都淹水，会淹水的很大原因都是人祸，它都可以被避免，全部财损。毫不客气的讲，可以组一台客制化水冷煮机。淹水还停电，还停水，淹水被人家以为是次要，其实淹水也很严重。高雄作为一个台风经常袭扰的城市，所有钱都花在志宏，苏宏都不太做。未来是要把我的机车改造成2栖的吗？还是我以后出行不用存钱买一般车子，直接买云豹装甲车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2次台风我家都淹水，这2次其实会淹水的很大原因，其实讲白一点，那些都是人祸。因为为什么是人祸的原因，是因为那都可以被避免。本来很想说很愉悦的想说去公司当个薪水小偷，我马上就现实报我家淹水，而且我公司台风进来的那个时候，铁门爆掉，天花板坍下，置物柜倒光。台风过去之后，我们开始清理现场。本来想说去公司打呼一下多爽啊！台风天的我还可以赚加班钱嘞，给我来一巴掌把我脸打肿。跟7月比起来，算好很多了。志宏只怎么做了是做了，它周边配套你养护了。你如果去用数学简单算一下，全高雄只要下4毫米的雨量，所有1公尺就炸裂。而且呢，不算山区哦，我算的只有平地，有人居住的丘陵地，就这样。这种子从来就不会，志宏绝对是比苏宏要次要。志宏的功能是让洪峰来的时候，苏宏来不及输，所以我志宏，他志宏比苏宏还要大，所有钱都花在志宏，苏宏都不太做，水沟也不太清，然后清水沟还要被罢免，就是这种逻辑很厉害，非常屌。新加坡是用停车场下面做一个类似像迷你版的日本的地下神殿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先从那边弄出来，解决了水资源的问题，还不用怕它还给我淹水。然后偏偏我们高雄半屏山有没有？有啊，军用水库。水管弄搞一搞牵进去，马上可以用，还活化古迹，现成的。不要说最高等级古迹，是现在还在用的活古迹，这不是很爽？赚观光钱又有用，你还不怕缺水，你还不用怕它淹水，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还不用花掉你原先拿到的，无论是前瞻来的预算也好，治水预算也好，大概10%就好了，几千亿的10%，几百亿的10%就搞定的东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狗票的人，我可能就是高雄人之中的唯一的异类。我们的赖总统是上国庆晚会的时候疯狂掉线，我日常就在掉线，他那样子就掉线了，直接他妈喷5点，直接不定狂。那我这个叫什么？我喷超过1半了，那不就是要零封了吗？而且要长期的，他妈的甩骰子是不是？我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在我高中这才搬到靠近内围24变电所，也就是九如现在拆掉的九如桥。以前我家住在内围，完全没有淹过水，而且我还很客气的说，我家的正前方就是个古井，再往后走不到500公尺加古厝，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淹过水，搬过来骂被淹烂。然后我小时候，我们有曾经去中钢去上夏令营的时候。小港那边还淹过水，还差点抛锚。那你又说我会不会苦中作乐？会啊，未来是要我要先想办法把我的机车改造成2栖的吗？还是我以后出行我不用存钱买一般车子，我直接买云豹装甲车，然后把它改成2栖版？我家1楼里面的电视倒下来，抽油机报废，东倒西歪。听说50公分以下有给补助，至于是一个人还是一整户我不知道，我也懒得问。这个瓷砖是你家里面对不对？我家的全部财损。我讲毫不客气的讲，我可以组一台客制化水冷煮机，够夸张，就我一家就这样。比起来，这次雨量没有上次凯米夸张，它主要是风，可是这样也是大淹嘞。因为这次是风很强，吹坏了一堆东西，然后又淹水，还停电，还停水，就4灾并发。所以这次淹水被人家以为是次要的，但其实淹水也很严重，这样的雨量也在淹水。照理来说，你高雄作为一个台风经常袭扰的城市，
你应该，而且你有那么多字红词，所以这个很有问题啊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那天我有跟我妈连线，水沟也不清，树木也不修，然后广告看板也没派人去查，也不去宣导防水要怎么防，然后也没发沙包，什么都没有你只要确定台风要进来，海警一发生的时候，大概前2天吧，就连我们最讨厌的慈济，他们动作也非常之快，非常之确实。我问一个问题哦，就你的观察，你身边的大部分的听鸟属性的人，他们怎么看这件事？就我们高雄乡亲，他们会怎么看这件事？你自己的观察？我这边的话，与其说是有看到很青年的青鸟，倒是很少。就我身边的话，倒是老人居多。又是这个态度，超诡异的啊！淹水都不用管这样子吗？我就很奇怪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缴税给市政府要干嘛？我缴税给政府，政府有意义吗？我们需要市长，不需要，好不好？他们的态度就很奇怪，他们把民不与官斗贯彻到，但偏偏我们民主法治的国家就不是民不与官斗。今天你的员工他猫咪的做的就是不好，不要说 KPI 有够烂，给他机会改善了，他就是没得改善，就是把他开除 fire 掉，好不好？我听到最多就是反正制度就是问题，教育要改，教育要改。我听到的是制度有问题要改制度，最终没有人要提出说具体要怎么改，或者是要改我知道，但是近乎没有，近乎为零。对，我承认我提出来的条件，我的做法有 bug， 甚至有瑕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专业内人士，但是我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公民，我关心我的国家，我提出来我认为可行的方案。可是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，所以我在问你，你要怎么改你才会满意？怎样才到60分或100分？到能源这一块又更爆笑。我个人小时候是反，但是后来我现在就停，因为我的社会课那个时候。我国小4年级的社会课，那个时候是核四议题，核四的争议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反正也还没建完，对，而且是陈水扁让把它提下来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社会课的报告就是写你反核，你要为什么反核，你挺核为什么挺，然后把最终要写出来的东西通通写出来。结果后来我回忆了一下，跟最终去挖我的老报告的时候，很幸运我找到那本老报告，虽然那本老报告他妈烂到爆炸，但是。我翻出来之后，我才发现一件事情：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不如我4年级的我，不如我国小4年级的我。而且最好玩的是什么？现在支持这一群官员的这一群，不知道他们中了什么降智大粉。官大学问大。先不说官大学问大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他们是不是集体恋爱脑上升了，智商瞬间 minus。你知道，就跟我说机组一直开，机组一直开，可是你绿能电力没有储起来啊，那你还跟我说几趴那有用，对，然后我还被总而言之整个归类一句话就很简单了，现在你只要跟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人，或跟他们立场相左的人，就是跟他们电死，然后你就准备被他们实施牵鸟或者是请鸟功。所以我现在面临的是，我要看着他们变身火影忍者，还是接他们一发科小忍者、科小忍法来至少跌个下回个血啊。